吴怡农说我不是佛系，你们都认为我斯文，我哪是啊？我是不但不是佛系，而且你们很会操盘，对不对？你们比我会操盘，对不对？你党内怎么操的盘啊？对不对？这么厉害哦，你们都很厉害，会选，像我不会选，大罢免怎么会输这么惨呢？你不是很会操盘吗？照理讲不是要大罢免大成功吗？哦，我那时候很厉害哦，我帮几个委员站台哦，在那个宣传车上哦，包括郑正前政委，很多人在前面就喊，骑摩托车回头喊大罢免大成功。一般他们候选人都很客气啦，哦，立委都很就是不理他。什么不理他？我麦克风拿着，我比你声音大，我麦克风比较大。大罢免大失败，讲什么骑摩托车小心不要撞车了？他骑摩托车很危险，还回头那边搞，真的很危险了哦。但是他们真的很激动的哈。那所以呢，这个怎么输这么惨，一个都没成功，搞什么鬼哦？吴怡农在笑他们了哈。那沈波阳说，我从头到尾没有遇过操盘手，没有人在操盘呐，没有人操盘吗？哦，还是有吧。他说他没有遇到啊。那当然也有人去骂这个吴怡农，说那你当时没看到你出来帮忙助选啊？怎么现在讲风凉话呢？啊，搞不好吴怡农当时觉得没有道理嘛。按照任何民主国家的原则，当一年就把它全部罢免，全世界都没有这种做法了啊，所以不合理。为什么会失败？主要在这个地方哈。那常常你没有道理的事情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觉得你没道理，好吧？吴怡农现在打蔡英文牌，说呢，我的对问题我有我的解方，我要扩大社会支持，而且我是持续在学习进步，用这个来阻挡蒋万的连任啊。那吴怡农说，辉达落脚台北，这叫政绩吗？这不叫政绩啊。李主任说，这不是政绩吗？市民去评价，这不是政绩呢？哦，也是经过很多的谈判呐，经过很多的这个折冲啊。什么时候参选新北市长宣布？李世安说，也许春节以后。那另外呢，黄国昌民调是输给李四川的。陈志涵说，民调有什么了不起？侯友宜在新北满意度也很高啊，而且侯友宜当时选完市长的时候声望多高啊，对不对？民调多高啊？那结果呢，说后来输柯文哲啊，所以呢，我们现在黄国昌现在虽然输李四川，将来也可能赢李四川呢，这陈志涵的讲法啊。那另外呢？这个说有4个深水区了，哪4个深水区呢？就新北、宜兰、新竹市、嘉义市。什么叫深水区？这都有民众党要选啦，所以就认为是这个深水区。但是认为说黄国昌新北可能出局了，为什么？因为李志涵太强了，但是陈志涵说新竹市干嘛？这个要蓝白合，我们会是自己人啊，那事实上，上次也是因为国民党后来的候选人大家转移支持这个高虹安否则高虹也不会当选。如果2个票一样的话，也不会当选我想这点郑正前最清楚那另外呢，有没有人说蓝正白负了说联合政府了？陈志涵说不要搞得像选前在分位置，什么你正我负，你负我正我们看一下。党内的操盘手，如果这些名嘴们如果真的这么会选的话，我们大罢免也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开酸绿营人士操盘大罢免失败，民进党北市长拟参选人吴怡农直指原因就是民进党与民意脱节，吹出60%的投票率，然后最后不同意大于同意票。我们没有争取到社会的支持啊。会开枪党内人也是因为他近期宣布要参选2026台北市长，但2023年和国民党的王宏威补选立委，直至现在都还被党内人贴上佛系选举的标签。蒋万安政绩加1，但想参选台北市长的吴怡农评价蒋万安是 nice guy， 但让台北变得被动消极，直言辉达不是政绩。你觉得辉达是政绩吗？你说不是吗？可能没想到，真的有人这样质疑李四川一脸我听了什么的表情，而回答进驻台北尘埃落定，下一步就是选新北市长吗？之前会说我因人设事呢，没有关系啊。这个以后那个当所长3个，你如果不愿意，你有本事你就自己用1个就好啦。开枪未来可能的竞争对手李四川，明年要前进新北有底气。来，郑前。
我想说，先讲一下那个吴怡农的部分了哈。我觉得吴怡农他也讲说，那个操盘手哈，就是错判哈，就是讲大罢免的时候，然后再讲说很多绿营的名嘴跟社会脱节啦，或者说传统的政党，他指的是民进党哈，就是跟民意脱钩。他在讲这些部分的时候，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我觉得吴怡农他想呈现出一个相对一个理性中间的一个路线哈。那只是说现在民进党当中的时候呢，想走中间理性的路线。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哈，相较于比方说，有人一直在推沈伯洋出来，或者说刚刚跟我们上一段在讲到的那个王义川的一个发言的时候，你会发现，民进党现在好像对于那些要走中间的路线的政治人物，好像感觉也没有给他们那么多的空间跟友善度哈。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觉得吴怡农在讲这些部分的时候，我觉得他某一个部分也在切割大罢免，因为他知道大罢免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讲是不支持的哈。像刚刚那个赵哥这边在讲说，他在那个辅选过程当中碰到很多非理性的状态，然后投票结果也证明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某一个部分呢，就是吴怡农他也在切割这个部分，就觉得说，之前这一段的这些民进党这些作为的时候，跟他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某一个部分感觉也很像在清理战场。那只是说目前台北市情况也很特别，就是说除了吴怡农他自己本身表态了，他自己想选之外，其他的人被点到的民进党的人物，好像都是爆派的，或是别人在拱的，他们好像基本上好像都没有其他人有意愿要出来哈。所以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来说的时候，如果说从比较选举的层面来角度来考量的时候呢，我觉得吴怡农他在这边感觉有点像在清理战场，想要把之前不利于他的一个部分，把它给稍微做一点澄清哈。那至于说整个新竹市的部分哈，我想这边也特别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因为高虹安市长因为他现在在12月16号其实有一个2审的判决，那我觉得地方大家很多也都在观察这个事情，那中央党部蓝营的中央党部也在观察这件事情，我相信民众党这边也是一样哈。那高虹安他在12月16号如果说继续被判超过7年的刑期的时候，那民众党这边要怎么样去处理高虹安的问题？因为高虹安现在其实是一个无党的一个状态，那蓝营这边要怎么样去处理高虹安这部分？我觉得现在我相信两党的高层大概都已经有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思考。那蓝营这边大概原则上来讲，就是说如果是无罪，那在原本这是接下来是我自己在猜想的状态，就是之前郑丽云主席他在想说的时候就说，如果是地方首长要连任，人要连任的时候，也许就会让现任者优先。所以如果说高虹安他假设是无罪的状态，那蓝营也许就会礼让他，也许就会在状态。那如果说不是无罪的状态的时候，那蓝营这边按照原本郑丽文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就是蓝营会推出一个人，那白营也会推出一个人，然后大家再来争取，然后推出最强的人出来，然后来代表蓝白一起出来争取这样的状态。其实目前没有那么细的讨论到哪一个选区，然后提名的过程，但是原则上应该跟刚刚那个郑前委员讲的类似啦，就是我们现在锁定还是4个区域啊，新北、宜兰、嘉义，然后新竹嘛那新竹是更重要的区域，就是现任者本来就是我们的党员，然后我们也唯一执政的地方了，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刚志涵他的说法跟他的定调，大家也许觉得说，他代表党还是他个人的意见，其实我们大概都会针对这样的情势，一定会交换意见，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看选民对现在大环境里面，对于这个不管是叫做联合政府的概念，或蓝白，或者是各地方的选情里面，到底怎么看这一局啊？我先回到刚刚上面那一局，就是那个王义传这个表现，以及很多这个言论方面的部分，我觉得都已经在抓基本盘，跟如果在这个叫初选民调的时候呢，掌握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自己的支持者，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言辞跟那个表现其实是走中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初选里面很常看到这种性质的一个演出。那虽然这个沈大佬说这个他们越来越 low 了哈，但是不失台湾我们就是有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基本教义者对这样的一个言论的买单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现象面的部分。那第二个回到就是那如何扭转，让中间选民或甚至大家觉得2026值得哈，我们还要在地方上有稳定的这种比较中道的力量来决定政治。那我觉得这才是
2026提名的时候，大家要掌握到的民意。如果大家在蓝白还在玩比如说刚刚讲，好像你们就是联合政府，就是为了分位置；联合政府就是你未来呢没有选上的人可以去入阁。如果一直充斥这样的言论，我觉得选民还是很讨厌。也不觉得这是什么进步跟你们比较有理想性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理性的回归说，那现在台湾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地方上面，地方制度法修法，我不觉得还要继续修，可是行政院就敢给你送个版本来，就敢逼着大家好像要帮他再开个这个委员会审议，这种怎么会是对的？可是逆转不了啊，因为他们大力的宣传，他们大力的一个标示，好像就是说过去的修法呢，你们国民党的版本很差，然后你们没有考虑左选，就这样一直抹在我们这种在野想要改变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在政治上对这个现有要调整成说未来还是希望大家把民意以中间者的民意为最重要的政治发展的这个定锚。我觉得两个党都要努力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台南市长很重要，TBS 做个民调了哈。谢龙介跟林俊宪比，谢龙介赢3%，但是谢龙介跟陈亭妃输了13%啊。之前没输什么，之前好像只输5%，这次民调呢，突然跟陈亭妃的这个差别拉大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的支持度，谢龙介少了。上次呢，支持陈亭妃的民众党27%，支持谢龙介70%。这次陈亭妃也没有增加多少2%，但是支持谢龙介的少了11%，都跑到未决定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小草支持度小了啊。那陈亭妃现在因为赢，目前看最高嘛，所以他说我是为赖清德连任稳住底气啊！你们不要说我跟他不同派系啊，我当选就是帮他将来连任的时候呢，能够拉票啊。那因为民调谢龙介赢林俊宪，所以林俊宪说他哭笑不得，说这民调很奇怪啊，我怎么会输给他呢？台南是哇这么这个深绿的地方，我怎么输给谢龙介呢？那谢龙介说好吧，输陈亭妃13%。小草下跌11%，很有参考价值，我会参考啊。另外，陈以信想选啊，那陈亭妃赢陈以信的47个百分点，林俊宪赢陈以信25个百分点啊。陈以信说我是刚起步啊，可以急起直追啊，将来我会追上的。我们看一下。释出形象片坚持篇赶高铁北上立院，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要拼首位台南女市长，也要拼和对手国民党的谢龙介拉开差距。TVBS 最新的台南市长民调，若民进党派出陈亭妃参选，支持度以47%赢过谢龙介34%；若改派林俊宪，支持度为38%，谢龙介将以41%胜出，在3%的误差范围内。蓝白合的气焰高涨。所以，我们台南一定是最强的候选人，才能赢住。各份民调呢，我们都有参考的价值。这个民调也可以看出在年轻的族群，我还拥有绝对的优势。谢龙介紧抓年轻族群，也反映在民调上，年龄支持度方面有53%，50到59岁的台南市民支持陈亭妃，和上次民调相比增加17%，谢龙介39%下滑6%，20到29岁的年轻人支持度，谢龙介比陈亭妃高了11%，只是小草的支持度却下滑1成，是否因郑主席的两岸路线产生负面效果？应该很快就会有展现出蓝白合的气势。那蓝白合以后呢，我相信整个民调又会改变一个新的局面。只是谢龙介还要担心半路杀出的前立委陈以信，他宣布参选后第一份民调对决陈亭妃获得13%的支持度，对决林俊宪也有20%，只是和对手都有一段落差。那我现在才从地板要开始，所以呢，只要假以时日，1个月、2个月，我一定能够迎头追上。2026府城之战，蓝白合想打破铁板一块，绿营还在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觉得这份的民调当中，对谢龙介来说的话他赢过林俊宪，不过好像几次的民调在 T 台的民调当中，他其实在这一方都是蛮正向的啊。那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有一点为什么这个比数，比如说他跟这个赢过这个林俊宪啊，因为谢龙介现在不断，像我们高雄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民进党像初选如火如荼，所以每个人有些支持者还问我说，那你这4个当中我要选哪一个？我要讲谁支持谁对你比较有利？所以他们表示，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出来或干嘛，可是他们的民调规则就是跟我们做一个对比性的民调，所以像以我们高雄有4位，那我们很多民众就以为是要从这4位里面找1位出来。那我想，如果在高雄有这样的状况，在台南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谢龙介现在就跟这个议员不断的号召，就告诉大家，即使任何的民调，即使是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民调，你也要提到唯一支持谢龙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也可以让这个林俊宪跟他之间保持胜算的这个比率还是可以提高的。那至于陈亭妃的问题我真的是觉得陈亭妃，我们讲一句老实话他地方实力是非常的坚强。虽然我们都很清楚赖清德目标就是要让林俊宪上来，但是呢，这么强的落差说实在的是很难去撼动的。你反而如果说太过用力的去操作的话，反而是会有反作用力。所以台南这局对于这个赖清德来说是相当的一个为难，因为从以前到现在，那个不管是怎么样的做，可能是差距从赢20-30%，现在变成还是在2位数，不像高雄高雄赖清德目前对这4位候选人也没有那么样子说一定要是谁，所以说呢，他们目前为止都还是属于焦灼的状况。那台南这一局来说的话，我觉得民进党的初选已经胜负已定了，虽然距离目前为止还有将近365天，因为明年11月28号嘛，那现在已经是20几号，还将近是370天的时间，如果没有太多外力。比如说陈亭妃周围的一些朋友他周围的一些人因为外力的关系而产生一些质变的话，我想陈亭妃在这个台南赢得民进党的初选，应该是完全是可以确定的了。那是，我基本上我绝大部分同意那个柯志恩的分析，非常的正确。你都搞不记得去大佬，做顾问行你同台都搞不记得去因为我在想别的事情。那大家过分去强调这个谢龙介的小草为什么跑掉？大家要注意看这个民调的取样那个民众党的支持者被取的数目，在上一次是11%，这一次是9%，掉了2%。你觉得掉2%不多吗？很多因为那个11是乘0.8就是9了，对不对？所以谢龙介跑掉的小草票也是差不多8支了，所以一样没动。但是其他我觉得谢龙介选的辛苦，但是他一开始就讲，他如果是对上陈亭妃的话，他没希望。那对上这个林俊宪的话，他就很有把握。所以他一开始他很厉害，这个人也很厉害。他说我不是跟陈亭妃对干的，我是在跟这个赖清德对干的，所以这个讲法。但是台南市，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故乡这个。台南，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说弊案连连但是你要去扳倒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的确不容易。我有些人看法刚好跟我相反，但是我是觉得柯志恩跟谢龙介相比，柯志恩比较有希望。你今麦个记得外面你今麦搞名记的台南是你的故乡，也是我的半个故乡。我从小学到高中住了8年了，你还是你说台南你是他爸的同班嘛？对，但是同班，好吧，这个暐瀚怎么看？其实我很关注 TVBS 的民调了而且一贯性的看下来，台南的民调这是做第3次了。我刚刚还在跟嘉瑜讲说，哇，这嘉瑜讲说谢龙介赢林俊宪呢。其实来观众朋友看一下TVBS 民调，谢龙介一直都赢林俊宪。没有输过了这是今天最新的民调嘛谢龙介对陈亭妃输13%，赢林俊宪赢3%。其实观众朋友你应该这样看，没有赢很多呢。林俊宪他只赢3%，因为你倒回去看，在2月的时候，一开始还连王俊宇都拉进来的时候，这我们就先不要看了那时候其实谢龙介赢这个林俊宪也是5%，然后输这个陈亭妃16%。到了今年的这个9月的时候，9月离现在比较接近嘛变3641，这边差5%，可是这里呢却领先了12%。为什么9月的时候谢龙介赢林俊宪12%，都是 TVBS 我现在给大家看这3分都 TVBS现在却被拉进到3%，林俊宪也在拼
因为民进党1月15号要决定谁是这个台南市长候选人。好对，1月18，1月12开始做民调，做了1个礼拜以后，1月18，对，就1月中旬就要做决定了，所以他们全力在拼。好，所以当然谢龙介的这个怎么讲胜机就在于陈亭妃跟林俊宪无法团结嘛，民进党当然也知道，所以为什么提早那么早？有的都已经提名了，你看像李四川还在讲说要不要选，苏巧慧已经确认是人选了，所以民进党也知道台南跟高雄一定会拼到出汁，像高雄的这4个要选，那他会希望把时间拉长，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就是伤痕弥补。我觉得我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就是陈亭妃到现在为止民调都很高，然后他一直都还赢谢龙介，从以前到现在谢龙介努力的结果，陈亭妃都还是很强。那如果说最后林俊宪，我就这样说了如果林俊宪到最后他没有被提名，假设我不是说我已经断定了，告诉卡点来抗议，如果他没有被提名，而赖清德总统他没有办法承受台南输掉，那他下令新潮流通通都支持陈亭妃。那谢龙介未必会是一个顺风顺水，那就会是硬仗。所以，如果陈亭妃最后被提名，以现在这个状况看起来，他赢的几率最后当选了其实是不小的。陈亭妃是跑得很近了。选总统、副总统的时候，我到台南一个庙，非常大的一个庙，他们叫我上面讲话，他们就告诉我陈亭妃就坐在下面，各种场合都跑，说跑得非常勤快的。来，嘉宇。据我了解，我们内部的民调，无论是这个陈亭妃或是林俊宪，都是一直稳定的领先谢龙介那当然 T 台它民调有机构效应，但是唯一我觉得可以参考的就是在这个民调里面呢，这个领先的幅度缩小了，而且这个陈亭妃领先谢龙介的幅度是扩大，代表说我们绿营的支持者在台南从大罢免之后，其实是慢慢回稳的，而且我们的支持者的表态率或者是支持率也是上升的。那这个情况不是只出现在台南，在高雄也是一样，所以其实最近大家如果在做民调的时候，会发现说，民进党从大罢免确实那时候气势是有稍微受到影响，但是现在这些中南部的民众的气势是慢慢回来。那我不知道跟郑丽文当党主席有没有关系，但是很明显，其实对于支持者来讲，确实是有稳定的。但是如果你要讲到蓝白合，我觉得对于民众党现在的心态来讲，如果认为说新竹市现在我们执政，未来蓝白合就一定要礼让的话，这种心态可能会让其他县市，例如新北市或其他县市也会认为说，那一定就是国民党要来参选嘛。更何况现在民众党的状况是，他们的候选人不论是黄国昌或是新竹，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候选人，除非这个高虹安这个年底官司过关，否则看来目前是也没有适合一定能赢的人选的情况之下，那这蓝白合势必如果比民调的情况之下，国民党候选人胜出，那民众党是不是一定要礼让，或者是如黄国昌所说，要联合内阁，只要国民党当市长，那副市长就一定要是民众党。那这样子的蓝白合，等于就是民众党无论如何都要分到一个位置。那国民党会不会接受？我觉得这个也埋下很大的变数。而且柯文哲现在又要重新回归，无论他这个土城实讲，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在网络上或是要出书等等，也代表他要重新回到政坛，主导这个未来，不管是蓝白合2026或2028。那黄国昌很显然，他不管他要去选举，或是他卸下立委职务，他都很难在这个担任我觉得主要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未来民众党也只会有一个太阳，就是柯文哲。我觉得高雄、台南为什么民进党的候选人好像看起来民调有点高？他们这么竞争很厉害啊，每天新闻都是他们啊。国民党的候选人基本上，高雄就是这个柯志恩，台南就是谢龙介，基本上不现在重点不是他们嘛，重点是民进党在争嘛。对，因为民进党争每天谈的就是这个林俊宪啊、陈亭妃啊、高雄那4个搞来搞去，所以当然这个新闻炒的比较多嘛。所以国民党还没有开始发动，一旦发动，情况可能会改变。休息再回来。好，那么柯文哲跟黄国昌合体，这两个合体说不够热，不够什么热？不够热情，还是不够怎样柯文哲说：“好吧，你们说我们是2颗太阳，2颗太阳总比没有太阳好现在民众党是小党，2个太阳都怕热度不够，就是他意思不够热，说我们2个热度都不够了，5个好了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说。要启动土城实讲，关在土城嘛土城实讲。那
柯文哲也释出一段今天来民众党部走走的影片跟黄国昌合体黄国昌要到日本访问了，柯文哲回到民众党部，那被问阿贝表情的真心藏不住，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见缝插针说呢外界好奇他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被见缝插针。黄国昌说：“我觉得要让他们见识到台湾民众党的战力，怕什么插针？插刀都不怕，两肋插刀不怕那另外呢，这个两个太阳比没有好，当然引起大家的讨论。黄国昌说，柯文哲是有分际的，在民众党部也没有他的办公室，因为他没有党职嘛，所以没有他的办公室那陈佩琪说，柯文哲曾经盛赞黄国昌，说如果没有黄国昌，民众党早就垮了所以呢。”外面不要拿两个太阳来做文章那另外呢，台中因为除了市长还有议员在布局嘛，那民众党在台中布市议员，说以前卢秀燕市政府的大将吴黄生加入民众党那好像当时的是新闻局长等于发言人，我们看一下。你有觉得这里很热吗？不会啊，我就觉得不够热。这里有2个太阳，这才是真正要讲的。2个太阳比没有太阳好。重回民众党部，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回到镜头前，就在黄国昌访日前，就是知道国昌明天要出访，所以你今天就班师回朝。你要回答，他说对。他终于出去了，他出去我就赶快可以进来。面对可能攻击，先反驳在前，就是要呈现民众党分工明确。只是柯文哲即将复出，也关乎着2026、2028民众党的下一步。站在黄国昌后方的是曾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幕僚，前台中市新闻局长吴黄生已经加入民众党。黄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那他有很好从政的一些经历。其实他在新竹市府也服务过。其实我在数个月之前就已经加入这个台湾民众党阿贝还有国昌老师相关的政策理念呢，整个衡量上来讲是跟我的政治价值理念是相互契合的。加入民众党之后，吴黄生透露，如果有机会参选，将义不容辞，勇敢接受挑战。传出民众党布局就是锁定台中市议员，因为在北屯区黄建豪转任立委，议员陈承天当选台中区农会理事长，宣布不连任，一下空出2席议员名额。卢秀燕大将加入民众党，难道是为了2028卢昌配铺陈？是要尊重这个党的这个高层之间的这个协调安排。那其实跟不管是蓝营或白营的相关的政治人物，都彼此有私下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大家都是好朋友，没有问题的。谈到卢秀燕市长跟所谓的黄国昌主席呢，未来再搭配竞选，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难去做一个评论了，因为基本上太久远了。的确，距离2028还有时间，还得先看2026合作氛围。来，赖委员，两个太阳是有2颗太阳吗？2个太阳。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这个好一阵子了哈。从这个黄国昌今年3月接党主席，到一路他带领整个党为了救柯 P 嘛形式上当然已经在党内，但算是我们这刚佩琪医师讲的也很清楚了，确实这1年的辛苦。当然，国昌站在前面。那柯 P 从9月出来到现在，我觉得他也是很守他的分际。刚刚讲到的包括他现在在很多的这个管束上面也是很不自由啦，这个是很真的。但是所谓2颗太阳，或要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被见缝插针他们昨天是很开放的，在影片里面就直接戳破说，不用见缝插针，也不用特别把这个再拿出来当好像民众党里面呢他们会有什么情节，其实不会有主要还是因为第一个。国会的战场，国昌他虽然时间上面这个2月1号，也许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可是他会站到最后一刻。所以在国会的战场是全力放给他，而且这个就是他带领的他的这个就是议事的这个能力里面娴熟那柯 P 是完全的信任。那党务部分确实我相信，从我回来到政策会，到现在今年的核三研议公投，到这个大罢免支援一下这个国民党这些委员，到现在我们推动联合政府，当然很多影子也都有柯 P 当时的想法跟理念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就是说不看到这个内容呢，纯粹在政治上想要见缝插针，所以他昨天的影像大概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回到新人加入，愿意进到民众党这个选战的团队像刚刚吴黄生这个年轻的学者，然后他从政上他也有意愿，这样的人我觉得慢慢会真的愿意站出来。过去1年还是要很
讲得很直白，就是因为这个政治上的打压、政治上的丑化之后，很多年轻人也许就慢慢离开了这个民众党过去的这个支持的这个关系，现在已经慢慢回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放弃掉哈，台湾有一个小党的这个发展性跟第三势力的可能性，那这是柯 P 他心里面最在意的事情。我要给黄国昌打气，因为不能讲说你不当不分区委员就没有舞台。你想想看，郑丽文也没有当委员啊，郑丽文有当过委员，郑丽文不分区委员，他现在是委员吗？他之前我说现在啊，他下来了啊，他现在就是单一个党主席，他跟你一样啊，就是没有委员啊，大家会觉得郑丽文没有舞台嘛？我觉得国民党里头的人恐怕还怕郑丽文舞台太多了，对不对？舞台太多会扯烂舞啊。那我认为那个黄国昌那个柯 P 讲的说2个太阳比没有太阳好，我觉得这句话是失言，而且这句话是无形中表现他的心态。他应该正确的想法就是说，我们黄国昌1个太阳够亮够热，好，那我自己此刻连做备胎太阳都没有资格，因为我有案在身，有案在身的话，还想去做备胎的太阳就不安分。我觉得这样讲多好呢。可是大家要记得，就是这句话是民进党这个见缝插针一开始讲出来的，并不是我们很想要讲，我们有2颗、有3颗、有4颗，没有，现在是倒过来把这个在这个就是说跟大家讲清楚，这没有必要见缝插针。讲话受到了注意啊，他讲对了，轻轻一句就赔清楚了。对啊，2颗太阳比没有太阳更好，所以是柯主席的意思，就是说他认证民众党也是2颗太阳吗？他没有要认证。现在民进党对，现在民进党其实就是1颗太阳。等哪一天，比如说2026如果这个选举大失败，那现在党主席被拉下来后，那群雄并起，可能大家就想说，是不是陈其迈来取代他了？国民党啊，我自己个人看法，我还写文章，3颗太阳，韩国瑜、郑丽文，还有另外一位卢秀燕，会被期待以后带领大家的那个才叫太阳。任何一个党里面都有一个领头，他不用太阳，不管太阳大或小。当然了，这是柯主席的论述啊，2个太阳总比没有太阳好。怎么会没有太阳？党主席就是太阳啊！如果党主席不强的话，那精神领袖就是太阳啊。所以会被讲2颗太阳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柯主席没有理解，就是大家会在观察他们2个微妙的竞合关系。你们当然现在是合作，你是前主席，一个是主席，但会不会你们2个没有外界想象那么好，所以大家才会去讲2个太阳啦？好，就是有竞争关系啦。好，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柯主席跟黄国昌主席都愿意一起拍影片，什么看起来问题也不大。真正我觉得民众党，这也不叫问题了哈。我觉得可能就是要面对的其实是蓝白怎么去在2026合作协调的议题。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谈下来，可能就是除了新竹民众党可能坚持自己要选，因为我们本来现在就是民众党就是新竹之外，其他地方有什么地方已经看出很好合作的地方吗？刚刚大佬已经讲了，只有国民党看来没有人选的地方，好，有人点名啊，好，我就不讲是谁。他说嘉义县很好啊，嘉义县国民党都找不出选将，你说让民进党去选，我就讲新北好了啦。新北以最近这一份民调来看的话，因为汇流前2天公布的民调，黄国昌明年3月，因为时间很快了嘛，要代表蓝白出来选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啊，因为他的民调输给李四川那么多，然后呢，他甚至连刘和然都输。萨卡都的话呢，苏乔还会赢，所以这种状况之下，新北看起来就是李四川了。那新北没有，宜兰又有国民党议长要选，所以弄了半天以后，蓝白现在根本找不到2026真正可以让大家心悦诚服、不伤和气，又能够团结一致的大罢免的时候，民众党的支持者全部在主席的号令之下出来投反对票，因为不要看到民进党得逞，不要看到赖清德笑。所以那个时候是一致的，因为它是一个罢免投票。可等到公职选举的时候，不要讲县市长，只有唯一一个议员之间，大家可能都会有意见啊。我们要让民众党嘛，国民党也会有议员有意见，所以蓝白合是现在目前蓝白的共同方向。可是真的要执行起来，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休息一下回来。民进党前立法委员宜兰的陈欧珀，被控在担任立委时收业者贿赂，还有诈领助理费874万元，那裁定羁押禁见3个月，他申请拒保停押，台北地方法院
以500万元让他交保啊，500万元是昨天吧，让他交保啊。那证据显示他贪污的罪行明确，明年1月16号辩论终结，辩论终结后就要进行审理了哈。那涉贪500万啊，这边说光助理费就874万嘛哈，关了174天，满头白发，身形消瘦，哦，画面曝光了哈，因为在监狱里也不会染发的了哈，就算了啊。那另外呢，台北地方法院的事证保全重要证人都已经问完了，哦，事证也保全好了啊。那陈欧珀涉贪，他不认罪，但是还给他交保哦。通常不认就继续关你啊，但是呢，给他交保了啊。他今天还要出庭，昨天就先交保了。法官的理由是重罪的证人问完了，证人都问完了，不要关起来干嘛？也不怕他串供了啊。那另外呢，因为他本来要选宜兰县长的哦，郑国会好像很奇怪哦，要选宜兰郑国会，很多就给你抓起来了哦，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案子事先不知道吗？还是养在那里？哦，关键时刻出手不知道哦。那吴宗宪国民党哦说也要去选，那另外呢，民众党的陈婉慧哦一直在努力哦，经常就是每次参加我们节目，我看他去哪里都开车回宜兰了，开车回宜兰也这个努力很久，上次也选嘛哈，那是继续在那边耕耘哈。所以呢，吴宗宪说我的步调不变，还是要选。那民进党已经提名了林国璋哦，那所以呢，这个蓝白能不能合的机会大不大？不合大概不容易赢。那宜兰到底可不可能合？看一下。民进党前立委陈欧珀涉嫌贪污，才刚以500万元遭保，隔天立马开庭。对比先前整个人瘦了一圈，满头白发，看似相当憔悴，因为他从今年6月4号遭到收押，已经174天。25号北院开庭审理，陈欧珀涉嫌收受400多万贿赂费及诈领助理费、侵占公益捐款等等，犯罪所得超过874万元，被检方依贪污罪起诉，求刑24年2个月。为了捍卫清白及顾全政治大局，我在此正式宣布退出2024宜兰立委选举。2年前，陈欧珀也曾被检举和涉嫌吸金诈骗的 IMB 平台关系密切，当时为了捍卫清白退出选举，没想到又涉嫌贪污。至今，陈欧珀仍否认犯行，但因为同案被告已结问完毕，大幅降低串供证人的可能性，所以才会在开庭前交保，但还是被限制出境出海，并在左脚装电子脚镣监控。虽然重获自由，但到底是不是他口中所说的清白，还得看检方手中的证据有多少。老沈，我觉得陈欧珀交保我没有意见，我觉得可以哦，因为他的案情相对比跟柯文哲相比相对简单，那我觉得他重要的证据检方恐怕都已经巩固完毕，所以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我觉得可以。来，伟汉，因为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把政治一起看进来啦。看到陈欧珀，就想到一位我还不认识，我有约他要访问的完全陌生的林国璋。好，赖清德就民进党这次第一波，对，就是提名了一个说是在地方做，看听起来是这个声誉还不错的一个律师吧，对，所以他第一波，所以我在看现在自由会的啊，对，现在自由会的会长，所以是赖清德直接就提名他，第一波就是他，但是我对他完全不熟悉哈，但看起来就是民进党不是只有这个要保住他的5个现在目前执政县市，他还想要抢宜兰。因为我刚刚前面有点到了宜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民众党陈婉慧大家都知道，但吴宗宪在当了文传会主委之后，媒体说他是不是不选了？有记者问他，马上否认，他说没有啊，我还是要选。目标一致，步调不变。对，好，吴宗宪也是有在跑，可是国民党的宜兰现在目前议会的议长，他已经表态要选了。所以如果蓝白这边瞧不拢的话，或是说最后有出来没有好好合作的话，林国璋看看了，因为其实宜兰这个蓝绿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都有机会的。但就是因为陈欧珀的这个，因为这个案子我们谈很多了哈 ，IMB 啊，还有这个用车啊、办公室，所以这个是最正确做的事情，形象很不好，所以就找一个形象扭转，好看看能不能够让宜兰觉得说，因为宜兰毕竟过去在民进党执政是包含着游锡堃，包含着这个陈定南，对宜兰的县民，他对于党派的那个取舍，其实可能不是太说一定要是哪个党，是要好的人才、好的人选。对，国民党、民进党都有人干了。不过现在看起来哈，如果你想给民进党提名，
也不是什么正国会了，哦，什么新潮流了，信赖之友会，好几个地方都信赖之友会嘛。我补充一下，我刚才忘了讲，我要向吴宗宪委员喊话，因为他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对他要继续选下去的讲法开始不太相信，有一点动摇。那我对他的喊话就是说，立刻辞去文传会主委，回乡刚干，不是没有什么错，回乡勤跑，要不然连我都怀疑你真的要选。来，嘉宇。我觉得宜兰确实是我们民进党这次2026锁定要收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因为林国章他是这个宜兰律师公会的理事长，而且他在宜兰的风评据说非常的好，所以当然赖清德当初会提名他，最主要是因为说，他在地方上不分蓝绿，大家都会愿意来支持。那相较之下，国民党现在的候选人，无论是吴宗宪，刚刚沈大佬也点出来，好像让大家觉得参选的意志不是这么坚定之外，包括这个议长还有陈婉慧之间的竞争，这可能也会造成另外一个分裂。那陈婉慧当然大家可能觉得说他在宜兰有一定的实力，可是他过去跟林之妙之间也有一些竞争所以传统宜兰的地方势力跟陈婉慧之间可能也有一些在选举上的恩怨。那所以议长这一次又跳出来所以可能也不是陈婉慧跟吴宗宪两个人说了算，宜兰自己的地方势力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声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林国章稳扎稳打，而且这个率先这个获得提名之后，我相信2026宜兰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地方。林国章提名到现在，宜兰人还是很多人不认识他哈。嘉玉不要太乐观啊。不过真的是那个，我想大佬也可以放心一下，因为吴宗宪他虽然是文传会，我们现在文传会过去都是很多人兼任也都不用待在吴传会，像目前的手机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来联络。那吴宗宪就我私下跟他聊，他跟陈婉慧彼此之间都有一些的默契，他们之间要该怎么合作，彼此还是在蓝白的基础上面，他们共同会找出他们自己的一个默契存在不过刚刚暐瀚特别提出来，就是我们国民党的这个议长要选，这反而是在地方上面，是我们在蓝白之外，反而是需要被挑战的。因为如果没有地方组织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的相挺，光是靠空战，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点比较辛苦的。不过吴宗宪他跑得很勤，你看几乎在立法院的时间之外，电话跟文传会做沟通之外，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宜兰出现，所以我相信他这一块是有他的基础存在。最后我要提到陈欧破500万交保，我没有意见，但是他为什么只有500万？当然看案情的部分，你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王旅要1000万，然后呢，柯文哲羁押的11个月。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一些状况，11个月没有办法把中央证人全部问好，那我就要问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呢，确实7000万交保，所以你看7000万、1000万，再加上500万，我对陈欧珀没有意见，但是对其他2个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待遇？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司法能够公平，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交保金额，到底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我觉得大家自有公断。我也觉得很奇怪，他涉嫌贪污874万，理论上你的交保金额比这个多才对啊，交保比这个少。是蛮奇怪的，对，郑委 ，OK， 我也帮中宪讲个话因为中宪其实他有表态，其实很积极啦那我倒觉得说，不管是吴宗宪现在，或者陈婉慧，或者是我们议长这个部分那我觉得以现在双方的高层其实我相信对于整个蓝白合作。都在强调一个机制的概念，因为郑牛主他一直强调一个机制的概念，所以我相信就说到时候一定会有个机制推出了。那不管说是议长蓝营这边是议长，或者吴宗宪这个部分，那或者是跟白营这边怎么去整合，我倒觉得这个机制只要建立起来，那我在想说，对于蓝营来讲，就说怎么样子让大家是不会因为初选而完全之后没有办法一起整合，我觉得是在整个蓝营过程当中，大家要去建立一个共识，跟白营这边。那另外就是说，针对那陈欧珀这个部分我倒是要特别讲个状态，就是说他这边交保，我都觉得是正常的一个合理的状态。不过因为在整个他的官司，不讲他官司细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检调司法非常的习惯用一个滥用羁押的制度来取证这个状态。因为陈欧珀他状态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用伪造文书，然后就把他办公室所有的助理还有手机全部都没收，然后用案外案的方式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当然他一开始的时候，那 IMB 案的时候，在2023年的时候5月的时候就有那另外所以说地方上也有一些宜兰这边的朋友就讲说那个陈欧珀他就是叫一卖酸管丢，一被酸管丢，才会被那个绿营的高层去做一个处理所以他们是认为说，在这案子当中的时候，除了说他本身涉及的案子当中的时候，可能跟一些
他要选县长这样一个政治动作也有关哈。那林国章他是律师公会理事长这样出来的时候，说实话哦，就是我在宜兰很多朋友，他们确实是完全不知道林国章是谁，即使说被提名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倒觉得说蓝白合作，我觉得在宜兰其实我觉得还是大有可为的。对啊，就要这个司法的讨厌的，就是时间了，不是说司法不能办。高雄连带化，台南的那个郭信良议长，对不对？因为跟这个陈亭妃关系不错，那宜兰的这个林国章都很奇怪。对，我想刚刚讲到的这个司法哈，在这个关键时刻出手，然后对的人呢都是关键人物啊，这个。背后说没有一个神秘的这个手啊，也很难让人家信服啊。那比较倒过来讲，我们宜兰的状况，如果真的是说吴宗宪委员跟晚会他们自己有一个默契，但一定是公开透明的程序，然后让宜兰县民选出最好的候选人，能够跟林国章或者是他们未来到底是不是林国章我也不确定，但总统已经确定牵起他的手啊。所以我想一个